那天晚上短暂的相见之后，他们再次回到各自的片场，分别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着。两个人也还是会每天交流，哪怕只是聊几条微信，打一个电话。但王一博不再像以前那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了，他很容易突然沉默下来。肖战问他怎么了，他就说：“我就觉得我刚起的这个话题有点无聊，我们还是说别的吧。”但什么话题不无聊呢？他也不知道，他只是一个才疏学浅，又不大会带动聊天气氛的人，甚至因为很小就去了国外，对国内的网络文化都有点断层，导致经常 get 不到网络段子的梗，需要对方帮忙解释，渐渐的就很不知所措。其实他很喜欢听肖战讲话，那个男人似乎有一种能把任何话题都讲得很有趣的魔力，即使他不了解也能听得津津有味。然而一旦肖战停下来，他就有点慌，因为不知道讲什么才能回报同样的快乐给对方，才能让对方像他一样觉得一起聊天是很幸福的事情。肖战非常敏锐地感知到了他的变化，问他：“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”他无意隐瞒，只是暂时不知道怎样解释。没有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感觉像是有心事的样子。肖战的声音很温柔，有事要告诉我狗崽崽。他心里说不出是甜是酸，小声抱怨，可你有事也没有告诉我啊。肖战莫名其妙，我有什么事没告诉你？他一一列举，肖战听后只是笑，那都不叫事儿好吗？而且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告诉你你也会心情不好，何必散播负面情绪呢？我希望我的崽崽开开心心的，可是我也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啊，我也希望能在你不开心的时候用心安慰你，无条件挺你啊，为什么不给我这样的机会呢？无数次想问这个问题，然而肖战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他着想，反倒让他说不出口，就好像别人明明是为了你才这么做，你却对这样的做法有意见，不喜欢，还有小情绪，说出来会让人觉得你不识好歹，所以只有沉默，放在心里自己消化，试图开解自己，这也没什么吧。本来那些烦心事告诉自己也就是没多大用处啊，如果自己再忍不住一直问，对方会更烦的吧。只是这样的自我安慰反倒让他更加小心翼翼起来，明明是最亲密的恋人，却突然不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，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，只怕又被当作任性的小朋友看待。肖战在想什么？怎样看他？怎样看这段感情？他不知道，也不敢问，而他自己的想法他又不敢说。越靠近，越觉得自己渺小。一开始怀疑对方对自己的感情，渐渐地变成怀疑自己，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给对方想要的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对方的期望，所以拼命在心里分析自己有什么，能给什么，分析到最后，这份不确定竟然越来越沉重，直压得让他喘不上来气，因为他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名气不大，存款不多，更没什么权力关系。肖战要是真遇上点什么事，他什么忙都帮不上，除了他这个人，除了他这颗心，他什么都给不了。他是完全藏不住心事的人，不用视频肖战都发现他越来越不对劲，但是男人没再在电话里问。正好过2天他们都有事情要回北京，肖战便邀请他去家里吃饭。他虽然心里一团乱麻，也还是答应下来。他是真的很想他，但是最后他没有去，骗肖战说自己要参加的活动临时取消，所以不回北京了。可是机场照、活动视频
饭拍那么多，哪一条都瞒不住。肖战打电话来的时候，他在去机场的路上。没错，活动结束，他立刻就要离开北京。他多1秒钟都不想待在这里，连自己家都不想回。王一博，我看见新闻了，活动明明没取消，你现在胆子肥了啊？敢骗我？依旧是熟悉的，尾音拖长，所以听起来很像在撒娇的，连假装生气都那么可爱的声音，让他一度沉迷，一度深爱。如今听来只觉得愤怒和嫉妒的声音，他气得很了，连声音都是坚硬的森冷。肖老师居然会关注我动态，受宠若惊。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才听到男人问：怎么了仔仔？他只是冷笑：我担心我去你家吃饭被拍到，肖老师不是很怕有绯闻吗？五脏六腑都疼得搅在一起，他却还在笑。我忘了，你不是怕有绯闻，你只是怕和我有绯闻。第一次知道肖战的绯闻是在阿令剧组，当时他在气头上，所以借题发挥了一把，但心里其实是不相信的，因为他自己绯闻就不少，各种案头 CP 比梁山好汉还多。娱乐圈里的绯闻他太了解了，99.9%都是假的，要么是媒体捕风捉影博眼球，要么是当事人炒作蹭热度。明星谈恋爱如果有心隐藏，是很难被拍到的，即使被拍到，公关的方法也有10000种，能被放出来的寥寥无几。所以对于肖战的绯闻，他虽然有点不爽，却从没有当真。直到前一天又在网上看到，女主角还是那个人。没错，肖战的绯闻对象每次都是他，因为一直在合作，电视剧拍了2部，现在又在一起拍电影。这次不是因为合照，而是因为一段视频。视频的开头就是2个人带着戏里的装扮站在一起，不知道讲什么。女孩子突然用很嗲的台湾口音说了2句“你好漂亮”，然后肖战就很不好意思地抱了一下对方，像在求饶。哎呀，沁姐，女孩子笑得很好看。传绯闻了啊，我跟你说。但肖战并没有放手，一脸满不在乎。你都说我是妇女之友了，还怕什么绯闻？视频很短，但转发和评论1点不少，路人纷纷感叹：太甜了吧！我从来没见过肖战撒娇，他见过，只是他一直以为肖战只会跟自己撒娇，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见到肖战甚少流露于外的另一面，是因为对于男人来说，自己是特别的。他也一直以为肖战跟他在公众场合避嫌，怕被拍到，是因为谨慎、低调，不想被人议论，更不想那些言论影响到他。原来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而已。肖战最开始拒绝他的理由，就是在一起注定不能光明正大，只能偷偷摸摸。原来并不是对于这个社会而言的，原来在肖战心里，他就是见不得光的，是不配吗？亏他还想着要把肖战带去天天向上，让他见一见那几个待自己如家人般的哥哥们，是不配吧？肖战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着急，是因为昨天那个热搜视频吗？只是炒冷饭的绯闻而已啊，假的啊，假的，我为什么要害怕？假的大大方方，真的反而像在偷情。他几乎是在吼，什么狗屁道理？一博，你先冷静，那个视频，我完全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反应，所以昨天提都没提。如果你很在意，我可以解释，那个视频的起因是我在看你的。不用解释，我不想听什么解释，根本就不是因为视频。对，我是很在意。昨天看到的时候，我
他突然平静下来，但我以后都不会在意了。刹那间，耳边有些急躁的呼吸声像是消失了。他几乎以为肖战掉线了，但手机显示通话仍在继续。过了好久好久，肖战才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，说不出口。就算是最生气、最伤心的现在，也舍不得说出口。那句话一旦说出来，等于割舍掉期盼了那么久的将来，他们就真的没有以后了。可能是信号不好，肖战的声线听起来像在发颤。一博，你想说什么？他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只听见啪嗒一声，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。爱，那什么？